来来来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玉丝虾饼，成品香香脆脆的，很好吃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个我最喜欢了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了。先来调个面糊，粘米粉与中筋面粉各55克，半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盐。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盐可以稍微多一点。将所有粉料拌一拌，接着再敲入2个鸡蛋，80毫升清水，分次一点一点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。不同牌子的粉吸水量有别，所以此部分还需要大家稍稍拿捏。拌匀后，再加入食用油15克，继续拌匀。拌匀后的面糊是这状态，带膏状，有点浓稠，搁置一旁，让它自行乳化。将视频中这些食材削皮，清洗干净。取胡萝卜100克，先切片，再切成丝。芋头150克，一样切成粗丝。青辣椒3条，一样切成丝。不喜欢这青辣椒的朋友，可以用青葱替代。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取出乳化后的面糊，拌一拌。这面糊乳化后已经变得比较细致了，这时候再将备好的胡萝卜丝加入，芋头丝、青辣椒全部一起加入，再稍作拌匀。接着再加入适量鲜虾，可以选用中虾，约14-15只就够了。记得要先去掉虾壳虾线。好了，像这样全部拌匀就可以了。中火热一锅油，将炸虾饼勺子模一起放入加温，这也可以用炒菜的货铲替代。油热至6-7成左右，取出模子，再加入适量食材，再将1到2只虾子放在表面，然后直接放入热油锅内油炸。开始油炸时，模子还不太热，需要借用筷子助虾饼脱模。相同的步骤重复至全部完成。煎中必须将虾饼翻面，确保虾饼受热均匀。一直油炸至虾饼7-8成熟后即可离火。看吧，模子够热，虾饼可以自行脱模了。油炸至7-8成熟的虾饼，冷却后可以收入保鲜盒，冷冻起来。想吃时候再从冰箱里取出，不需解冻，直接用高温复炸即可。高温复炸后的芋头虾饼起到逼油抢酥的效果，所以完成后的成品会更香脆，而且也比较不油腻。完成后的成品色泽金灿灿，叫人看了就想一大口咬下。完成料理后的厨房，香气久久不散，像一条街。哈哈，真的没法躲着吃。大家来听听，是不是特别香脆？超美味的玉丝虾饼，蘸点泰式辣椒酱，更是锦上添花，完全是另一种风味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敬请订阅。对，舅舅的料理很好吃的，订阅了下次就不会错过了。谢谢嘟嘟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大
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是的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吃的糕点——南瓜西米糕。椰丝内馅炒到香香的，再用南瓜西米做糕皮儿，整个再用香蕉叶裹起来，又香又软糯的，很好吃，是舅舅舅母近期比较满意的糕点之一。可以的话，也请大家一起来试试。很建议大家可以一次过，多准备些内馅，一次用不完可以冷冻起来。舅舅也是这样，用一个内馅2个做法，后面再用备好内馅再做个锦鲤红龟糕。希望大家可以将视频完整看完。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是的，我们先来处理内馅部分。清水100毫升，椰糖80克，40克褐糖，褐糖带点焦香风味，比较香。加1/4小匙盐，解腻。3片香兰叶，没香兰叶的朋友就不加。炉开中低火，慢慢将糖浆煮开，煮至香兰叶溢出香气。哇，香了香了！好的，将煮好的糖浆直接过到另一个货里头，在1小匙玉米淀粉内加入1大匙清水拌开，再直接倒入糖浆里头，稍微拌一拌。这样一会完成后的椰丝内馅会有点粘性，口感上会比较绵密，也容易处理。炉开中低火，倒入白椰丝200克，将椰丝炒香。在椰丝完全炒匀，散发出香气后，这时候再调高炉火，将椰丝快炒收干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离火，降温后备用。南瓜净重200克，切成薄片，放入蒸格内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测试南瓜是否熟透。挺好的。记得将南瓜排出的水分倒掉。趁热用根叉子将蒸熟的南瓜捣成泥状，再搁置一旁，待它稍微降温。取出小西米100克，过个水，然后沥干备用。将稍微降温后的南瓜泥倒入料理盆中，再加入30克白糖，半小匙盐，丰富底味，稍微拌一拌。接着加入30克浓椰奶，不能摄取椰奶的朋友可以不加。再来是80克的木薯粉。35克的糯米粉，然后再将食材一起拌匀。拌匀后是这个状态，最后再将西米加入，轻轻拌匀。拌匀后的南瓜西米糊非常浓稠且带有粘性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开始来包内馅了。先在香蕉叶上抹上一层薄油防粘，这蕉叶每一片长约18，宽10公分。勺入适量的南瓜西米糊，稍微摊一摊开，在正中摊个小凹状。勺入一点椰丝内馅，勺入的食材多或少不影响成品口味，不同的是最终成品大或小一点，只要觉得自己有把握，将内馅裹上就行。所以说制作这糕点还是很随性的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，成功率相对高，特别适合想学做糕点的新手们，算是入门的一个很不错选择。试着做做看，除了开心，还很有成就感。这样一个南瓜糕生坯就完成了。是的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还请您帮忙订阅，订阅了才不会错过舅舅接下来的分享。不懂得订阅的朋友可以请身边人帮忙，订阅是完全免费的，谢谢大家。订阅了
了才不会错过舅舅很好吃的料理哦。是的，谢谢嘟嘟。今天这备好的南瓜西米糊可完成成品13件，椰丝内馅只用了一半。冷水上锅，再将蒸蛤放入，盖好。炉开大火蒸10分钟，蒸约10分钟后，炉上气后转中低火，继续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可以直接离火。抹干锅盖内水蒸气，再虚盖，让成品透气降温。冷却后的金瓜西米糕会更美味，您看吧，金灿灿的，多好看！一颗颗透明的西米隐藏在南瓜糕皮中，整体就让人感觉软糯 Q 弹，叫人不禁想咬一口。真的，我不等了，先开动了。小吃货，这也太香太美味了。是的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看，特别是喜欢椰丝内馅的朋友，千万别错过。这是室温下搁置了1晚上的成品。经过1个晚上，糕体完全收水后，感觉更 Q 韧，而且还不会变硬，嚼起来特别有嚼劲，口感更好更弹牙，真的太好吃了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。接着舅舅将剩余内馅匀分8份，再做个好看又好吃的锦鲤红龟糕。150克水磨糯米粉，加入20克细砂糖，再用热水拌成面絮状。接着加入1大匙食用油，再揉成一块如耳垂般软硬的面团。将面团分成2份，半份保留白色，另半份加入红色素揉匀，大约这色度就好，蒸熟后的颜色还会更重一些。红白2色面剂各取小剂，混在一起后再捏成小碗状。在正中放入1份内馅后，再延时，双手合拢挤压，排出内部空气。掌心抹点油，再将生坯搓圆，放入红龟糕模具内打印，按至紧实，敲一下模具，将生坯倒扣在胶液上，1个锦鲤红龟糕生坯就完成了。水开上气后，将生坯放上，中火蒸6分钟，煎中开盖散热1次，抹干锅盖内水蒸气，继续蒸熟，美味可口，造型美观。福气满满的锦鲤红龟糕完成了，喜欢请按个赞，再将视频分享给您的朋友吧。分享美食让人感觉丰盛，希望大家都欢喜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再见，嘟嘟爱你们哟。